要是让你每天都能吃上这样的便当，是不是得老高兴了？可这个女孩恰恰相反，正值叛逆期的她，非但不高兴，还很反感。咋回事呢？咱还得从头说起。真香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有2个女儿。大女儿大香高中毕业之后就搬走自己住了，只剩下刚上高中的小女儿小香跟她住在一起。可他们娘俩关系不咋地，叛逆期的小香不仅赖床，而且特别的不听话。早上闹钟响3遍了都没起床，她想跟老妈说点什么事儿都是发短信交流。不管老妈有多不满意，小香都坚持自己的3不原则：不听、不说、不看。这天小香在跟同学逛文具店时，正好被真香看见。同学说：“你看，这玩意儿这么可爱。”小香看了不屑一顾：“我都18了，不喜欢这些幼稚的东西。”真香上前说了几句，小香还当着同学的面没给老妈好脸色。哎呦这回老妈忍不了了，决定给她点颜色看看，做出令小香反感100倍的事情来反击，直到她自我反省为止。到了晚上，那月光照的家里便当盒锃亮，真香顿时灵感迸发：“小样，你不是不喜欢幼稚的东西吗？那看我怎么治你！”第二天，真香早上5点就起来给女儿做便当，把胡萝卜切成大块，然后土豆跟地瓜搅拌在一起，猪肉上抹点咸梅干，接着扔进油锅炸一下，在此期间做一个芝士花。就这样，爱心小便当就做好了。然后趁小香去上学，把便当给她。可小香不但没有感谢，反而是很反感。老妈直接放下狠话：“你要是这么对我，我就天天给你做便当，做到你愿意跟我说话为止。”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小香打开一看，当时就懵了：彩色蘑菇、恐龙香肠，再配上小红帽饭团，哎呦这也太可爱了！所有同学都过来围观，小香高冷的人设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与此同时，真香恰好女儿吃饭的时间，望着学校露出得意的微笑。还别说，这招人嫌的便当还真起了效果。小香拿着便当说：“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”然后扔下便当就进房间了。小样，终于跟我说话了。打开便当一看，吃的是真干净啊！真香特别高兴。这时他又看到报纸上有一个肌肉猛男，顿时来了灵感。第二天一早，又是烤鸡腿，又是煎鸡蛋，就这样做好了一份肌肉男便当。小香打开一看，身边的同学又过来围观，这做的也太精致了，真羡慕你。可小香却很郁闷，老妈这是要干啥呀？从此以后，小香的便当成为同学们吃饭之前必须欣赏的一道景色。可这天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老妈做的便当能那么吓人。这位母亲要坚持3年，每天给上高中的女儿做创意便当，而重点是她每天都不重样，这对于创作灵感来说可是一个考验。在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身边的同学都说小香的妈妈真厉害，再看她却是非常尴尬，到晚上直接失眠了，披头散发的样子给了真香灵感，于是就做了份榛子便当。这个创意实实在在的恶心到了小香，她不知道该怎么下口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咚咚的声音，回头一看是个较大强的小帅哥在练鼓，他动作潇洒，小香看了瞬间对他萌生了爱意。这边的真香起早贪黑坚持了3个月，终于是把创意给用完了。眼看小香上课就要迟到，没办法，只好随便塞2个饭团给女儿带走。小香看着便当露出胜利的微笑。正巧大女儿大香回家溜达，老妈想让她帮忙出个主意。大香说：“那也太简单了，不知道该画什么，你可以写字呀。”对呀，这也是个办法。于是第2天中午，小香打开便当，不洗碗的事情把同学们逗得咯咯笑啊。从此小香不洗碗的事情人尽皆知，就连小镇上失聪的老奶奶都知道。还别说，这招真管用，当天晚上小香就把碗给洗了。真香很满意。这天小香暗恋的大强在练鼓，他躲在暗处偷偷的看着，那看的叫一个投入啊，连老妈从背后走过来都不知道。咋的呀？这是看上了？别担心，老妈帮你拿下。于是第2天就做了个充满爱意的便当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什么搞笑艺人便当、快递员便当、大公鸡便当，眨眼3年的时间已经过半。真香把每天做便当的经历发到网上，没想到竟然一下子出名，成了当地知名的网红，甚至还有粉丝要跟他学做精致便当。那结果呢？当然是可想而知。一位高中陪读母亲把每天给女儿做创意便当的经历分享到了网上，结果意外收获了大批粉丝。其中有一个是单亲爸爸13，他独自带着上幼儿园的儿子，不会做那种好吃又好看的便当，平时只会加热一些速食，因此他对真香的文章产生了浓烈的兴趣，还模仿起了真香的便当。本想是做个超人，可结果却成了怪兽，把一旁的小孩给吓得嗷嗷哭啊！为了请教每一步的制作细节，13跟真香成了网友。首先是把香肠切成2半，然后再切4个小口，上锅一煎就变成了小章鱼。经过真香的细致教学，13进步飞快，让儿子凭借创意便当成为了幼儿园里最靓的仔。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真香又给女儿做了很多千奇百怪的便当。转眼3年过去了，小香开始面临毕业选择。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她特别迷茫。这时，大强背着大鼓，拿着棒子出现在了小香的身后。他们俩开始畅聊起人生。大强立志要靠敲鼓走向人生巅峰，不可能一直缩在这个小岛，他毕业要去大城市。小香听完，瞬间清晰了自己的目标。她相信，只要努力跟随大强的脚步，迟早有一天能跟他走进婚姻殿堂。这天，朋友们给他想了个办法：作为追求者，你得主动一点，给大强做个爱心大便当，表达心意。于是，小香放下高冷的架子，请求老妈教她做卡通便当。真香看出了女儿的心思，开始手把手的教她。他们娘俩的关系也因此变得亲密。第二天，小香手捧便当，势必要跟大强确定关系。没想到大强比她还着急，冲上来就表达了爱意。果然事情没有那么顺利，这都是小香的想象力，而事实远比想象残酷得多。有人捷足先登了，小香伤心至极，转身离开。躲在附近的真香看到后，紧忙跑过去安慰。可又一个坏消息来了，小香没通过大城市工作的面试，双重打击让小香彻底崩溃。晚上回家，看到老妈给她做好的便当，上面写着努力都不会白费。这句安慰的话瞬间刺激到了小香，抄起便当啪一下给摔个稀巴烂。真香上前安慰，却遭到了小香的极力反对，还说了句不管自己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。真香看不惯女儿颓废的样子，上去吧唧就是一嘴巴子。小香一气之下跑到了姐姐家，她看到姐姐端来的蛋包饭时，突然想起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每到月末的时候家里没钱买菜，就只能用剩下的食材做蛋包饭。满满的回忆让小香感受到老妈把她们姐妹拉扯大有多不容易，为了撑起这个家，每天早出晚归做3份工作。也正因如此，小香从小一直被姐姐带大，这才让她跟老妈有了隔阂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小香就悄悄回到家，跟老妈低头认错，说了声对不起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小香吃着老妈做的创意便当，心里是满满的幸福感。很快，她在大城市获得了一次面试机会。出发前，老妈塞给她一颗苹果，说要是面试紧张，就把它放在肚子上揉一揉。还别说，这招确实有效，面试的特别顺利。这边真香因为长期熬夜做便当，导致意外中风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倒在地上。随后真香被送到医院，小香很自责，一定是妈妈这些年为了自己太辛苦了。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妈妈，她想放弃来之不易的工作，可妈妈却不同意，让她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就在女儿毕业典礼前，真香瞒着所有人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决定给女儿做最后一次便当。她忍着中风的不适，做了整整1晚上。第二天一早，大香把便当递给了妹妹。这个便当史无前例的大，而且分量十足。在全班同学的围观下，小香打开了便当，第一层还是依旧那么可爱。当打开第2层时，所有人都安静了，居然是一封写满海苔字的信。看着上面那老多字，就知道真香昨天晚上耗尽了多少心血。上面写着：这3年来，妈妈都给你做招人嫌的便当，你也忍着吃了3年，这份忍耐力值得夸赞。小香被感动得又哭又笑。在真香去大城市工作之前，也给妈妈做了个爱心便当。下面也有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妈妈，感谢你坚持了3年，给我做不重样的便当，每天还没等天亮就起床，就是为了让我吃个特别的便当。而这还不是1次，而是1095次，1095次没有1次缺席。我想说，妈妈，我爱你。此时的妈妈也哭了。影片最后，妈妈跟姐姐在海边和小香挥手告别。